两个哥哥名下房产众多，爸妈却在我家养老10年。作为补偿，他们说村里的老宅给我。可村里的老宅拆迁后，爸妈带着两个哥哥领走了全部拆迁款。爸说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你别惦记拆迁款。妈说，普通家庭的财产都是给儿子的，没有给女儿的。我说，普通家庭都是儿子给父母养老，没有女儿给父母养老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大学毕业后，大哥二哥都在城市安家立业。爸妈帮大哥二哥各带大一个孩子后，两个哥哥让爸妈回村里养老。可村里的老宅破旧漏风，冬天也没有暖气，于是爸妈住进了我家。他们说儿子们靠不住，女儿才是贴心小棉袄，更是在亲友们面前把我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。我也觉得爸妈年纪大了，很多事都想明白了，是真的看重我这个女儿，于是让爸妈安心住下养老。这一住就是10年。作为住在我家的补偿，10年前爸妈多次提到把村里的老宅给我，哥哥们也一致同意。当年哥哥们坐在我家沙发上，一脸慷慨地说，舒雅，你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你照顾爸妈不容易，家里的老宅就给你了。是啊，我们俩名下房产众多，都不会和你争老宅的。说不定那老房子什么时候就拆迁了，到时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，全当你照顾爸妈的补偿了。提到那破烂不堪的房子，我笑了。那房子估计8辈子都不可能拆迁。我照顾爸妈是为了尽孝，不是为了得到那破旧不堪的房子。可哥哥们一脸认真地写了老宅赠与协议，全家人脸色庄重地挨个签字按手印后，家里的老宅归我了。大概觉得已经把老宅给我了，10年来爸妈一直心安理得住在我家。哥哥们也理直气壮地对爸妈的吃喝拉撒、生病住院不闻不问。2天前，很少联系爸妈的大哥二哥决定带爸妈出去旅行一趟。知道这个消息时，我惊讶的下巴都没合上。2个哥哥1年下来，甚至连电话都没有给爸妈打过一通。什么时候，他们竟然肯带爸妈出去玩？爸妈跟着大哥二哥风尘仆仆跑了2天，回来时眼神总是有些躲闪。我还以为他们和2个哥哥吵架了。吃完晚饭，避开老公，我问爸妈发生了什么事。爸爸抽着烟，沉默不语。妈妈无所适从地胡乱拨拉着舒适干净的床单。我又问哥哥们带他们去哪里玩了。他们对视一眼，一脸慌张。我一再逼问，他们还是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我拿起妈妈的手机，要看他们旅行拍的照片。妈妈慌张的一把夺过手机，说莫拍照片。我又拿起手机要给哥哥们打电话，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，我妈哭了。她压低声音说家里的老宅拆迁了，拆迁款给2个哥哥平分了。妈妈边哭边摸索出一张存折。舒雅，是家里的老房子拆迁了。之前答应老房子给你，是因为没想到那房子真的会拆迁。现在房子真的拆迁了，没办法，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家业自古以来都是留给儿子们。而且你2个哥哥赚钱多不容易啊，每天早出晚归的。妈总说2个哥哥赚钱不容易。那我呢？我一个小护士，每天累死累活，月薪才4000块，但爸妈从未说过我赚钱不容易。
妈哭着把存折递给我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爸爸叹了口气，把烟头扔到地板上，用脚碾灭。我浑身颤抖地接过存折，存折显示2天前转入150万拆迁款。半小时后，150万被分成2笔75万依次转出。我指着被转出的2笔75万，声音嘶哑地问爸妈：“这2笔75万是转给2个哥哥了？”爸爸猛地一拍床站了起来，他怒气冲冲地质问：“舒雅，你一个出嫁的女儿问那么多做什么？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钱给你2个哥哥平分了，一家75万。怎么，没有这150万，你就不想养我和你妈了？你想想我和你妈是怎么把你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？”妈忙站起来，拍打着爸的手臂，让他小声说话。他爸，你说话声音小点，别让女婿听到。女婿要是知道拆迁款没有给舒雅，肯定会生气的。爸理直气壮，他凭什么生气？我养这么大的女儿都嫁给他了，他有什么资格生气？难道他没有父母？他能因为父母不给他钱就不养父母吗？爸一阵理直气壮的输出。我把存折捏得紧紧的，眼睛死死盯着一脸畏难的妈和滔滔不绝的爸。明明村里的老宅已经给我了，他们也签字按手印了，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把我当什么了？给他们养老的工具人吗？我想到了老公魏浩，那个沉默不语的男人。其实魏浩也并不是沉默不语，以前我们俩的共同话题还是很多的。自从我爸妈住进我家后，我们俩的话就越来越少了。我想起几年前，我炫耀般拿着爸妈哥哥们签订的老宅赠与协议书，对魏浩说：“家里的老房子归我了。”魏浩不屑地扯了扯嘴角说：“爸妈哥哥们之所以把老房子给我，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房子永远不会拆迁。要是真的拆迁了，那老房子肯定不会给你。”魏浩当时这么说，我还和他吵了一架。我指责他对我爸妈有意见。魏浩说爸妈的心思都在哥哥们身上，之所以搞赠送房子那招，只是为了让我安心给他们养老。现在魏浩说的话应验了，老宅真的拆迁了，拆迁款却没有给我。甚至爸妈从没在我跟前提过老房子要拆迁的事，他们一直瞒着我，是怕我知道老房子拆迁了，要独吞拆迁款吧。可是爸妈有没有想过，我怎么面对魏浩呢？我在魏浩面前夸下的海口怎么填平？他会不会因此和我闹离婚？或许爸妈从未考虑过我的处境。我曾因为他们说我是贴心小棉袄而沾沾自喜，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恶心。我突然就想明白了，他们所谓的爱我，是把爱给了我，把钱给了哥哥们。泪水已经流下来了，我胡乱抹了把眼泪，一脸不忿地看着爸妈。大概我的眼神太冰冷刺骨，我妈有点慌乱，忙扯了一块纸巾递给我。舒雅，在爸妈心里，你一直都是懂事孝顺的孩子，为这点钱你怎么哭了？你这样让妈心里多难受啊！爸爸皱皱眉头，吐出2句话：“你就惯着他吧，不过就是拆迁款没分他，你看他委屈的。”妈让爸少说2句，别火上浇油。我擦干眼泪，低声质问：“之前明明说房子给我了，拆迁款为什么不给我？不给我拆迁款，还不让我委屈？打我一个耳光，我还要感谢你们高抬贵手。”爸怒了，大声冲我吼：“拆迁款不给你怎么了？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不把我和你妈放在眼里了，想造反了？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孩，泼出去的水，有什么资格惦记皇家祖宅的拆迁款？”客厅传来重重的关门声，是魏浩带女儿出去了。他一定听到我们争执的内容了。
或许是不想听我们继续争执，也可能在心里对我嘲讽，也可能是对爸妈失信的抗议。总之，他就那样摔门而出。我呼了口气，攥紧拳头去了我的小卧室，找出当年那张老宅赠与协议书，展开举起在爸妈面前。既然房子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给我，为什么当时要给我写这个？还煞有介事的签字按手印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给你们养老的工具人？魏浩出去了，我也不用顾忌他听到我们争执会讥讽我了，咆哮着问。爸直接踹翻了我面前的椅子，手指着我，你怎么和我们说话的？我们拿你当什么？自然是当女儿啊，不然会供你读书上学。要不是我和你妈供你读书，你能当护士吗？我气得浑身颤栗。中考我考了全县第4，可以去市里最好的高中就读。可爸妈说读高中太花钱，让我读免费的卫校。当时我哭过，闹过，我出去捡瓶子，打零工，祈求爸妈让我读高中，将来考大学。可爸说家里的钱要供大哥和二哥读大学。我一个女孩子读个卫校，将来早早就业赚钱补贴家里才是正理。不管我怎么哭闹祈求，我的志愿被改成了卫校。于是我以比第2名高出将近400分的成绩进了卫校。同学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，他们不明白，一个能考上市里最好高中的学霸，竟然来卫校读书。关于我的各种揣测在学校中盛行，有人说我的中考成绩是抄袭的，有人说我和小流氓鬼混，怀孕打胎后被家人扔到卫校，还有人说我爸妈离婚了，谁也不要我，我无奈只能上卫校。我自卑到无以复加，只能通过学习排遣孤独和愤懑。中专3年，爸妈在最初给了我100块钱后，再也没有给过我钱。我通过帮人做作业、考试帮人作弊、替考、暑期辅导功课赚钱。为了赚钱，我无所不用其极，终于赚够了平时的生活费和上大专的部分费用。上大专后，我贷款交学费，勤工俭学，各种想方设法赚钱。而哥哥们每月能准时收到爸妈转去的2000块生活费，爸妈还给他们买了手机、电脑。这些待遇我连想都不敢想。现在他们口口声声说供我读书，供我什么了？用那仅有的100块钱供我吗？我一句句质问爸妈，俩人只是看着我，惊讶地瞪大眼睛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是惊讶于我当时为了赚钱不择手段，还是惊讶于我把这些事情记得死死的，直到现在？片刻后，爸指着我，这就是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好女儿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你就记死在心里了。我的眼泪已经止住了，心也冷硬起来。是的，我受的委屈，我为什么要忘掉？我以为你们老了，想通了，真的重视我了，没想到你们只是骗我给你们养老。你们生病住院，端屎端尿，楼上楼下缴费拿药，都是我和魏浩伺候的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怎么面对魏浩？魏浩会不会因为拆迁款的事和我闹离婚？爸瞪着猩红的眼睛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。妈拦住爸，让他冷静一下，说我只是一时有些生气罢了。妈想拿走我手里的协议，我快速缩了回去。这协议是老房子给我的唯一证据，我不会让妈拿走。妈长叹一口气，舒雅，虽然我和你爸最心疼你，但我们家是普通家庭，普通家庭的财产都是给儿子的，哪有给女儿的？我扯了扯嘴角，普通家庭都是儿子给父母养老，哪有女儿给父母养老的？普通家庭的父母哪有住进女儿家10多年，吃喝拉撒生病住院都指望女儿女婿伺候的？
普通家庭的父母哪有你们这样不考虑女儿处境，出尔反尔，逼女儿女婿反目成仇闹离婚的？爸妈被我噎住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。爸左右看了看，又想摔东西，我抢先一步，直接端起他平时喝水的杯子摔在地板上，啪的一声，碎瓷片溅了一地，水溅得到处都是。空气凝固了，爸妈也安静了一瞬。片刻后，爸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这个不孝女，竟然在我面前摔东西。我声音冷冽，是，我不孝，你2个儿子孝顺，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在2个孝顺儿子家里住，要住进不孝女家里？哥哥们让你们回村里老宅住，你们为什么要住我家？你们一家出尔反尔，之前哄着说房子给我让我给你们养老，真的拆迁了，又背着我偷偷去领拆迁款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妈的脸色惨白，爸气得直哆嗦，你说我们不是人？妈也哽咽了，舒雅，你疯了吗？为了那点钱，你竟然说我和你爸不是人？我反问，是人能做出这种事吗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对养了你们10年的女儿这样言而无信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怎么面对魏浩？我在他面前还能抬得起头吗？他要是和我闹离婚怎么办？我女儿怎么办？爸气的胸脯一鼓一鼓，他大手一挥，行了，你不就是因为我没把拆迁款给你，又住在你家，觉得心里不平衡吗？我和你妈现在就走，再也不住你这里了，这样你就满意了，这样你男人就满意了。说着，爸怒气冲冲地打开衣柜去收拾衣物，妈忙上前阻拦。爸怒了，甩开妈的手，问妈还有没有一点自尊？要是还有一点自尊的话，就马上跟着他一起走。妈用眼神示意我拦着爸，我没动。爸说的对，我心里就是不平衡。我尽心尽力地伺候了他们这么多年，他们这样对我，我心凉透了。我不想让他们在这里住了，我想他们马上离开。只有他们离开了，我才会觉得心里好受点。只有他们离开了，我才能和魏浩恢复夫妻关系。只有他们离开了，12岁的女儿就不用和我们挤一张床了。只有他们离开了，我们一家3口才能过上正常生活。走吧，走吧，赶紧走。妈见我不动，气得也开始收拾东西。但我知道，她一直用眼角的余光打量我。我静静站在卧室门口，眼睁睁看着他们草草收拾。衣柜里我给他们买的那么多衣服，他们莫动，只胡乱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做事要走。我从抽屉里拿出2人的身份证和社保卡递给他们，要离开就把重要证件带走，避免过几天又借着要证件的理由找我。一瞬间，妈的脸上血色褪尽，爸的脸上一片灰败。我转脸回到和魏浩的小卧室，静静坐在床上，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，失望、愤恨、不甘、埋怨，种种情绪掺杂其中。几分钟后，大门摔得山响。我知道他们走了，10年了，他们最终被我赶走了。我颓然地瘫坐在床上，静静地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，10多年来的一幕幕在眼前飞过。为了让父母住得舒服，2室1厅的房子中最大的卧室让给了爸妈，我们一家3口挤在次卧里。12岁的女儿一直想要一个独立房间，可我满足不了女儿的心愿。我和魏浩的工资不高，但每年仍挤出几千块钱带父母去体检。爸妈有个头疼脑热，打针输液，都是我们带着看病。妈说看病也花不了几个钱，医院里都是我的熟人，从来不让我通知2个哥哥。前年妈右臂韧带断裂，住院7天，
各种检查治疗做手术花了1万多，是我和魏浩出钱出力，忙前忙后的帮忙照顾。去年爸心脏造影，球囊治疗花了2万多，也是我花的钱，2个哥哥分文未出。逢年过节，亲友们都来我家看父母，我和魏浩忙里忙外，张罗出一桌桌饭菜，招待亲友。2个哥哥和嫂子就像局外人一样坐着聊天，刷手机。吃完饭，所有人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剩下我和魏浩收拾一桌桌残羹冷炙和一地的瓜子皮、橘子皮。我自认用了12分孝心对待爸妈，可他们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无论我怎么做，在他们心里，我就是没有哥哥们重要。哪怕2个哥哥在爸妈把他们孩子带大后，把他们撵回村里，哪怕2个哥哥都有几套房子对外出租，也不想要他们。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去主卧把爸妈的东西都收拾出来。我给他们买了很多衣服，厚羽绒服、薄羽绒服，各种棉背心、驼绒裤、保暖内衣，整整装满了4个大袋子。我换了床单被套，把我和魏浩的东西都搬到主卧，然后把次卧给女儿腾了出来。我12岁的女儿终于要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了。忙完一切，我坐在客厅静静等着父女俩。有那么一刻，我的心竟然很忐忑，很担心魏浩不会再回来了，很担心他质问我，说好的老宅给我们，怎么说话不算数？那可是150万拆迁款啊，够全款买一套2手3居室了。刚拖好地没多久，魏浩带着女儿回家了。一进门，看见客厅4个鼓鼓囊囊的大包，女儿诧异地问这是怎么了。我站起来，努力挤出一丝笑说，囡囡，外公外婆走了，以后你一个人住次卧。女儿惊讶地看着我，外公外婆去哪里住？他们过几天还回来吗？我摸摸女儿的头，偷偷看了一眼魏浩，他神色平静。我略略放下心来。他们会去舅舅家住的，你2个舅舅家都有好几套房子。囡囡有自己的房间了，开心吗？女儿点点头，飞快地跑到次卧，把自己的玩偶都摆在床上。魏浩直接走向主卧，我跟了过去。我以为他要和我吵关于拆迁款的事，可他没有。他摸了摸新床单，四处打量一番，真走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点点头。魏浩看向我，我也不想再计较拆迁款的事了，但是以后他们不准再来，否则我和女儿……我忙打断了魏浩的话，不会的，他们再也不会来了。我知道魏浩要说什么，要是爸妈再来，我的婚姻就保不住了。以前我可以为了爸妈放弃婚姻和女儿，以后爸妈怎么样都和我无关了。第2天中午大概11点时，妈打来了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妈的声音带着委屈和不满。舒雅，宾馆12点之前就要退房，你快来咱社区西门的宾馆，给你爸认个错，再说说好话，我俩就回去了。父女没有隔夜仇，你态度诚恳点，你爸肯定会原谅你的。我打断了妈的话，拆迁款都给了2个哥哥，以后你们的养老问题就找2个哥哥吧。他俩都有最少3套房子，随便拿出1套房子也足够你俩住了。你俩的衣服我已经全部打包好了，之后你们住在哪里给我说一声，我给你们把衣服快递过去。妈尖叫一声，啊，你把我们的东西都收拾打包了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语气平稳，意思是我不要你们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掉了电话。没有难过，没有心疼，只有摆脱拖累的轻松和爽快。下午4点，大哥打来电话，说和二哥到我家谈谈爸妈养老的事。我答应了，但是我要求去大哥家谈。
我不想让爸妈再踏进我家一步。大哥迟疑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下班后，我约了同城快递，要求把爸妈的东西都送到大哥家去，然后才骑着电驴去了大哥家。大哥又搬家了，他现在住在全市最高档的社区。这个社区面积最小的房子也有260平。我没来过这个社区，打电话和大哥再次确认了位置，保安又确认了我的身份，才把我放进社区。进了社区，我和同城快递小哥修改了快递送达位置。在大哥装修奢华的家里，我看到坐在沙发角落一脸憔悴的爸妈。昨晚他们在我家有多理直气壮，现在他们就有多畏缩怯懦。大哥二哥都坐在沙发上看着我，妈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让我坐过去。我没理，直接坐在单人沙发上。大哥清了清嗓子，说起爸妈的养老问题。舒雅，这么多年爸妈跟着你，我们都很放心。你是女儿，有耐心也细致，照顾爸妈肯定没得说。我们知道拆迁款的事弄得你不高兴，我们也理解，毕竟你照顾了爸妈10多年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。可你要明白，家业自古传男不传女，这是多少年来传下的规矩，不能到咱们这一代就打破。不过我们毕竟是哥哥，该帮衬你还是会帮衬的。我和你二哥商量了一下，以后我们每人每月给你1000块钱，爸妈继续住你家，你每月额外赚2000块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二哥连连点头，是啊，爸妈能跑能动的，不过是添2双筷子的事。妈也激动地坐直身子，一脸骄傲地看着我，好像给我的不是每月2000块，而是2万块。爸爸瞟了我一眼，开口，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给这2000块我们是有条件的。这2000块必须全花在我和你妈身上。我们吃的药每月大概300块，这药我们自己买，钱就直接扣下了，每月给你1700块。我们花费的每一笔钱你要记好账，付款手机截屏，超市小票也要保存好，别想糊弄我们。妈拍了爸手臂一下，说一家人哪能算这么清楚，让女儿沾点光也没啥关系。我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灰，站起身，家业自古传男不传女，老人自古也都是儿子养，没有女儿养的。不过我也不计较那么多了。我已经养了爸妈10年，你们也每人养爸妈10年，再和我探讨他们的养老问题吧。在座的鸡人脸色都变了。妈一脸惊诧地站起来，以前没人给你钱，你也养了我们10年，现在每月给你2000块钱，你反而不养了。我抽出包里的本子，大声念道，前年你韧带断裂，我花了1万多。去年我爸心脏球囊治疗花了我2万，你们每人每年体检3000块，10年来花了我6万，还有你们10年的吃喝拉撒和吃药钱，逢年过节换新衣，哪样不需要花钱？我在你们身上少说也花了10几万了，还在乎这区区2000块。而你们想凭着区区2000块，就想再过上和以前一样的生活？做梦吧！大哥二哥都急了，二哥忙过来拉我坐下，舒雅，你先别着急走，我们再商量一下。我冷笑道，和你们2个言而无信的人商量什么？老家的房子明明签了赠与协议给我，你们都能干出瓜分拆迁款的事，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？二哥嘴唇抿了抿，看向大哥，舒雅，你不知道，我们都有自己的难处。大哥上个月刚买了一辆100多万的车，我刚投资了一间80多万的商铺。要不是我们手头紧，那点拆迁款我们才看不上。爸愤愤不平道，那拆迁款本来就是你们的，和他一个丫头片子解释什么？我看了看大哥装修豪华的住宅，笑道，你们都有难处，就我没难处。我是兄妹中最有钱的了，一套85平的2室，
再没有其他产业了，不像你们，每人手里捏着3、4套房子和商铺，拿着高工资，成天哭穷。我看向大哥，你工资超过3万了吗？哦，对，我忘了你们还有福利。然后看向二哥，听说单位刚组织你们去省里体检了，标准够高，福利够好啊，以后去体检时把爸妈都带上吧，爸妈可是全心全意为你和大哥着想呢。然后看向爸妈，你们也说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以后不要找我养老了。2个哥哥每人都有几套房，随便拿出1套房子就给你们养老了。正说着，同城快递到了，爸妈的衣服被快递送到大哥社区门口了。我让大哥二哥去社区门口帮爸妈拿衣服，然后直接拍屁股走人了。2天后，我接到了大嫂的电话。大嫂在电话那端歇斯底里，舒雅，你爸太不讲卫生了，好几次偷偷在家里抽烟，烟灰弹了一地。你妈不冲马桶，总是攒好几次小便才冲厕所，恶心死了。你马上过来把你爸妈接走。我笑了，这才哪到哪，才2天就受不了了。拿拆迁款的时候怎么不说恶心？感情只想沾光，不想受半点委屈。我声音清淡，我接他们去哪里？他们是你公公婆婆，我大哥是他们亲儿子，你们那里才是他们家啊。毕竟爸妈可是把拆迁款给你们了，就指望你们帮他们养老呢。大嫂怒了，拆迁款又不是全给了我们，也给了你二哥一半，凭什么他们不去你二哥家？我笑了，那你就要问我二哥了，我可是没拿1分钱拆迁款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拿钱的时候，一个比一个会装，一拿一个不吱声。爸妈刚住进去2天，就想把人赶出去。感情75万拆迁款的有效期只有2天。大嫂这种娇小姐受不了半点委屈，接下来估计要上演家庭大战了。也不知道爸爸那个暴脾气，面对2个斤斤计较的嫂子时，能不能镇住场子。毕竟在我家时，他可一直是以一家之主的架势自居。烟灰想磕哪里就磕哪里，烟头直接扔地板上，用脚碾灭。我妈节省惯了，马桶总是攒着鸡尿。我和魏浩以及女儿每天都要捡烟头、扫烟灰，帮他们俩收拾主卧的卫生间。就是这样，爸妈还经常说我假干净、浪费水。面对墨里搅3分的大嫂，他们会如何应对？次日是周末，我轮休。一大早，大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让我马上过去一趟，说家里出大事了。能出啥大事？不过就是老婆和爸妈闹矛盾了呗。作为大哥，家里的长子，受尽宠爱的儿子，他也该受点罪了。我关了手机继续睡。1个小时后，魏浩回家把我推醒了，说大哥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叫我过去一趟。魏浩努力遮掩住内心的担忧，问道：他们是不是不想养爸妈了？是不是想让你把爸妈领回来？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伸了个大大的懒腰。爸妈不在我家，我不用一大早就起床为他们做早饭的感觉真不错。我坐起身告诉魏浩，爸妈再也不会来了。在魏浩担心的眼神中，我出了门。到了大哥家，才发现今天人特别齐。大哥一家3口，二哥一家3口，爸爸妈妈都脸色阴沉地坐在客厅，似乎所有人都在等我。我找了个凳子坐下，一脸平静地看向哥嫂们。大嫂先开口：舒雅，爸妈一点卫生都不讲，一身毛病，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容忍他们的？这个家有我没有爸妈，有爸妈没我，今天你们就表个态，是你们把2个老的领走，还是我和你们大哥离婚？大哥眉头皱得死死的，能夹死苍蝇。爸的拳头捏紧了，脸也长红了，
但并没有像在我家那样理直气壮地骂人，而是使劲隐忍着说话。老大媳妇养儿防老，我住自己儿子家再正常不过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再说了，你还拿了75万拆迁款呢，拿了我的钱，凭什么不养我？大嫂理直气壮，你2个儿子1个闺女，又不是只有1个儿子，凭什么赖在我家？至于那点拆迁款，又不是只给了我1个人，凭什么就让我养你？二嫂知道大嫂在影射自己，马上辩解，要说赡养老人，我们也是支持的。只是凡事总有个先后顺序吧，妹妹养了爸妈10年，接下来应该轮到大哥养爸妈10年了。等10年后，我们二话不说把老2口接走，好好赡养，绝不讨价还价。大嫂冷笑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爸妈今年75岁了，还能活多久？10年后，说不定老2口早就去了阴曹地府了，还用得着你养？这句话一出，其余人的脸色都变了。我也没想到，大嫂竟然能说出这种话。爸妈更是气得浑身哆嗦。妈脸色苍白地指着大嫂：“你怎么能这样诅咒我们？你妹妹年年带我们体检，我和你爸身体一直都健健康康的，难不成你想害死我们？为了你们过得好，我不顾你妹只有一套85平的小房子，女儿12岁想要单独卧室，偷偷把拆迁款都给你们分了，你们怎么能这样没良心啊？老天啊，我怎么生出了3个白眼狼啊？”妈坐在沙发上掩面痛哭，我内心一片冰凉。爸妈其实什么都知道，他们知道我只有一套小房子，女儿12岁了，很想和我们分开住，但他们心安理得地住着大卧室，看着我们一家3口挤在小卧室。他们知道只要拿出一部分拆迁款帮我们换成大3居，就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，他们还能和我们住一起，享受老年生活，但他们仍然选择把拆迁款给2个儿子平分，只因为他们觉得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，我仍会一以贯之，无怨无悔地帮他们养老。见我无动于衷，妈泪流满面地看向我：“舒雅，你就看着2个嫂子这么欺负我，把我和你爸当球踢。”我抿抿唇，一脸无辜地看向妈：“那不然呢？我能打他们一顿吗？”爸指着大哥，声音发抖地说：“他竟然任由老婆诅咒爹妈！”啪的一声，大哥抽了大嫂一巴掌。大侄子马上跳起来扑向大哥，说他家暴妈妈。大哥又甩了大侄子一巴掌。大嫂拉着大侄子摔门而出，说只要爸妈还在他家住，他和儿子就不会回来。大嫂走后，家里安静了片刻。二哥有些悻悻的，他问爸妈：“要不住敬老院吧？”大哥也一脸期待地看着爸妈。我知道，大哥早就想把爸妈送去敬老院，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。爸爸使劲拍了一下茶几，怒吼着自己有儿有女，为什么要去敬老院？妈擦干眼泪补充，说自己生养了3个孩子，去敬老院还不被别人笑话死。二哥有些不耐烦，说自己和大哥的几套房子都正在出租，短时间收不回来，不行给爸妈租个房子，这总行了吧？大家都明白，二哥之所以提出让爸妈住敬老院，又说给爸妈租房子，是不想让他们去他家住。爸气得浑身颤抖，指着二哥说：“早就看出他是个逆子了。”妈一脸哀怨地看着我说，自己辛苦养育了3个孩子，没有一个是孝顺的。爸说自己年纪大了，只有和儿女们住一起才安心。说完，爸看向我，明确表示，我想清楚了，还是跟舒雅住一起最舒心。妈也看向我，可怜巴巴说：“对啊，和舒雅住一起，想吃什么他就给做什么，不像住在儿子家，做什么都要看媳妇的脸色。”大哥二哥都明显松了一口气，
一起把目光投向我。我没有吭气，假装不明白他们的意思，拿出手机开始刷短视频。我又不是冤大头，吃苦受累伺候爸妈10多年，到头来被他们骗，完了还傻呵呵带他们回家。见我不吭气，大哥沉不住气了，他清了清嗓子，爹味很浓地说：“舒雅，爸妈最看重你这个女儿，最想和你住一起，所以爸妈还是继续跟你住吧。”我还是没有吭气，继续看着手机。二哥推了推我，问我有没有听到大哥在说什么。我抬起头问大哥：“爸妈真的看重我吗？”二哥使劲点头，说爸妈不喜欢和他们住一起，就喜欢和我住一起。我戳破假象，爸妈不过就是想让我养老呗，还说什么看重不看重的，真当我是3岁小孩，2、3句就哄得找不到北了。大哥皱皱眉，一脸不悦：“舒雅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倒是想给爸妈养老，可爸妈不让啊。”大哥这话说的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竟然成了大孝子了。我实在忍不住了。你这么想给爸妈养老，那还不简单，俩人住在你这里就行了。爸妈刚才也说了，不想看儿媳妇的脸色，要是没儿媳妇，他们一定住得很舒心。说着我看向爸妈，爸妈抿抿嘴，没有说话。他们的确喜欢大哥，想和大哥住一起，是因为大嫂不喜欢他们，要赶他们走而已。大哥急了：“舒雅，这样吧，我和你二哥每人每月出1500块钱，爸妈住你那里，怎么样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怎么样。”大哥有些恼怒：“那你要怎样才肯把爸妈带回去？”我火气也上来了，凭什么非要我把爸妈领走？爸妈属于我，拆迁款属于你们。爸妈帮你们一个个带大孩子，现在他们老了，没用了，就专属于我了。我一字一句咄咄逼人，两个哥哥张张嘴，哑口无言。二嫂不乐意了，跳出来指着我：“你别说的这么难听，爸妈那是自愿帮我们带孩子，我们可没用刀逼着他们带。现在也是爸妈提出去你家养老，你总不能不让老人去吧？”我立马回怼：“爸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？爸妈让你们每人给我1套房子，你给不给？爸妈让你们每人给我100万，你给不给？”二嫂被我对得不知该说什么，讪讪地闭上了嘴。大哥急了，爸妈现在住他家，他老婆孩子为此离家出走了，他最着急要解决爸妈的养老问题。确切地说，他最需要把爸妈赶去我家养老。大哥拦住我：“舒雅，这次是我们做的不对，这样吧，我和你二哥再每人拿出5万块钱拆迁款，一共给你10万块，这样总行了吧？”二嫂看上去很不乐意，想说什么，被二哥拉住，让他别多嘴。爸妈一听哥哥们决定给我10万块钱，眉头皱成一团。显然，他们觉得我不应该拿钱。我在他们心里属于那种免费且好用的，现在突然变成收费的，爸妈第一个不适应。爸用眼睛斜着瞪我，妈紧张地拉着爸，只怕爸说出什么难听的话。我长长呼出口气，一脸坦然看向大哥：“这点钱，连爸妈在我家这10年的看病吃药钱都出不来，所以钱和爸妈你们都留着吧。”说完，我准备出门，却再次被大哥拦住。大哥真的着急了，他脖子上青筋爆出，大声质问：“你怎样才肯带走爸妈？”我看着激动的大哥，又看了看一脸不满的爸妈和作壁上观的二哥二嫂，轻轻吐出一句话：“我要按照当初的老宅赠与协议执行。”大哥怒了，直接摔了桌上的鱼缸，玻璃碎了一地，水流的到处都是，鱼儿四处蹦跶跳跃。你怎么如此贪婪？那协议就是当初为了哄你养爸妈做样子而已，
你还真想拿走那么多钱？你要钱做什么？你说说，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我冷笑看向大哥，我要钱换房子，把2室换成3室，行不行？妈住在我家，我女儿12岁了，都还要跟我们挤一张床，我想换房子有错吗？反倒是你们已经有这么多套房子了，还想买房子，你要这么多房子干嘛？啊，你们这么多套房子，你爸妈都没有住的地方，你要房子干嘛？你说。我一声声质问的大哥哑口无言。相互指责吗？谁不会？妈哭了，她跑过来抓住我的手，舒雅，在你心里，爸妈都比不上那150万的拆迁款吗？难道你把钱看得比爸妈都重？妈开始道德绑架我了。我看向妈，你们看中过我吗？在你们心里，我是不是就不配拥有拆迁款？你宁愿把拆迁款给不养你的哥哥们，也不愿给养了你们10年的我。你们不过就是嘴上说看重我，然后哄着让我帮你们养老吧。妈哭得伤心极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舒雅，你光想着拆迁款，难道就不想想我和你爸对你的好吗？我迷茫地看着妈，问她哪里对我好了。我上中专、大专，他们不出钱。我生孩子坐月子，他和爸一天都没有出现，说要帮大哥带孩子。女儿生病在儿童医院住院半个月，我忙不过来，让爸妈帮我看一下孩子。他们说医院细菌多，怕传染给二哥的孩子。我上班时被车撞了，他们第一时间去领了我的保险赔偿金，然后让魏浩把我带回去照顾。我桩桩件件地说着，问爸妈他们哪里对我好了，大概把心里的委屈都发泄出来了。这晚我睡得格外好，大哥二哥和爸妈估计睡得格外不好，可我已经不在乎他们了。第二天下班后推开门，我愣住了，爸妈和大哥二哥都坐在我家，他们又来了。哦，我想起门锁是密码锁，爸妈知道密码，看来大门的密码要换了。大哥一脸憔悴，二哥也带着黑眼圈。爸妈的养老问题的确牵扯了他们太多精力，导致大哥二哥这2天必须全力以赴解决这个问题。见我进门，妈一脸委屈地质问我，她刚走2天，我就把她的主卧霸占了。我点点头，理所当然地说，这是我和魏浩贷款买的房子，你们莫出1分钱，我住哪个房间难道还需要征求你们的意见？你们去哥嫂家住，敢和大哥大嫂要求你们住主卧？妈被我的话噎住，眼圈瞬间红了。大哥莫里妈的委屈抽噎，开门见山地说，他和二哥每人给我25万，我先换一下房子，把2居室换成3居室，这样爸妈以后住进来也宽敞。我不吭气，拆迁款是我应得的，别和我谈让爸妈住进来这种条件。见我不吭声，大哥继续说，你先看房，看好房和我说，我们给你转账。爸妈一脸阴沉，看来大哥给我钱的想法他们很不赞同，又无可奈何。我笑笑说，现在就要50万的拆迁款，拿到50万拆迁款，我再去看房子。大哥二哥对视一眼，见我态度坚决，2人分别给我银行卡转进了25万。收到钱，我说下午准备看房，让他们先回去。几个人不情不愿地离开后，我打开本地二手房源资讯，认真看了起来。我是真的想换房，女儿马上读初中了，我想选个优质学区房，让女儿能上好初中。经过反复对比，我看中了一套大3居，学区好，环境好，安保好，装修好，就是价格有些贵。我和魏浩商量后，咬咬牙直接置换了。几天时间，我们就搬过去了。这期间，大哥二哥不停地问我房子找得怎么样了，我压根没有回复他们。我想好了，
赡养爸妈的责任我已经尽到了。他们的余生，轮到两个哥哥尽孝了。爸妈和两个哥哥很快知道我换了房子，却没有把爸妈接过去。我们兄妹再次在大哥家开了家庭会。大哥、二哥一脸怒气地质问我，凭什么买了房子不接爸妈过去？爸妈也一脸怒意地看着我。我说拆迁款我本来应该拿100%，现在只拿了1/3，而且我照顾父母10多年了，论情论法我都没有赡养他们的义务了。另外，我把魏浩的意思说出来，爸妈再回我家，魏浩就要和我离婚。我不想离婚，我不想女儿缺父少母。爸爸气得要给魏浩打电话质问他，我没管，任由他打电话。爸爸怒意十足，魏浩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女儿家？魏浩，你凭什么把属于舒雅的拆迁款给儿子平分？爸爸被噎了一下后继续质问，那是我和女儿之间的事，关你什么事？魏浩，就凭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就凭你们住在我家，我也对你们尽了赡养义务，就凭我看不惯你们重男轻女的行为，就凭我不想再继续清理你扔的烟头、弹的烟灰，就凭我不想听你在我家大声嚷嚷。爸爸惊得目瞪口呆，他从没想到住院时把他抱上抱下楼梯，平时默默做饭收拾家务的魏浩，竟然会这么和他说话。妈忙挂了电话，客厅一片死寂。这次家庭会议最终无疾而终。之后，大哥、二哥把魏浩叫出去谈过。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，但我知道事情没有进展。因为父母一直在给我发微信，让我做魏浩的工作。我始终没有回复他们。不得已，大哥、二哥给爸妈在外面租了房子，请了保姆。听说1个月的费用要4000块，比之前他们给我许诺的费用还多了2000块。半年后，妈因为长时间没有吃控制脑梗的药，导致脑梗发作。又因为错过最佳治疗时间，妈半身不遂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大哥、二哥只得又出钱请护工，每个月的护工费8000块，加上保姆费，爸妈1个月的开支12000块。两个哥哥肉疼了，他们又把我叫过去开家庭会议，要求我承担1/3的开支，每个月出4000块钱。或者我把爸妈接回家，把保姆和护工的活干了，抓紧时间好好孝顺爸妈几年。二哥振振有词，爸妈生了3个孩子，每个人都有赡养义务，你不能置身事外。拆迁款给了你50万，你必须养爸妈。我让他们去起诉我，法院判多少，我给多少。两个哥哥齐心协力把我送到了法院的被告席上。我提交了自己赡养爸妈10多年的开支账目和老宅赠与协议。没几天，法院开庭宣判，我已经尽了赡养父母的责任，有2个哥哥赡养父母15年。15年后，若父母健在，再酌情商定赡养责任划分。大哥、二哥都不服气，他们说我养爸妈那10年，爸妈身体尚好，现在爸妈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，我应该承担责任。主审法官问他们，当年房屋赠与协议明明签字了，为何又偷偷瓜分拆迁款？法官又说，他们没有赡养父母，却拿走了房子拆迁款，哪来的脸面起诉尽了赡养责任的妹妹？几句话说的2个哥哥满脸通红。当地媒体很快报道了我们兄妹3人因为赡养父母而对簿公堂的事。2个哥哥都是要脸面的人，只怕事情闹大影响他们的仕途，多次和我强调不要对外声张我们之间发生的事。之后我再没去看过爸妈，哪怕他给我发好多语音，打很多电话，道很多歉。有的伤害不是几句道歉就可以被原谅的。妈活了5年，临终前
他给我打电话，只是呜呜的哭。他已经说不出话了，但我知道他想见我。我没去。我和他的母子情分，早在他领着2个哥哥瓜分拆迁款时就已经尽了。听说妈走时瘦的皮包骨，邻居们都说爸和保姆好上了，还当着妈的面苟且，气死了妈。我一开始不信，可妈走后10多天，爸就闹着要娶保姆，我才知道他俩早有猫腻。2个哥哥不同意爸的要求，爸就去哥哥们单位闹，说他们不赡养老人。哥哥们最爱惜名声，没办法，出钱给爸买下一套80万的房子。可没多久，爸就把房子过户给保姆，保姆卖掉房子，卷款逃跑了。爸又去找哥哥们，要求哥哥赡养他。哥哥们把爸送进了敬老院。爸在敬老院没待几天，又勾搭上一个50多岁的护工，说这次是真爱，让2个哥哥出钱给他们买婚房。哥哥们要求敬老院辞了那个女护工，并没有理睬爸的要求。爸生气了，从敬老院跑出来，趁2哥不在家，在2哥家里放了一把火，又打车到大哥家，在大哥豪宅里也放了一把火，还砸了大哥100多万刚买的车。不巧的是，大哥儿子看到有人砸车，忙过去阻拦，爸没看清阻拦他的人是最爱的大孙子，用力气在大孙子脸上画了一条血口子。物业及时发现，对屋子进行了灭火，虽然没有人员受伤，但哥哥们的豪宅豪车毁了不说，大哥儿子还被毁容了。2哥痛心疾首地给我打电话说，房子装修就花了100多万，还有存放在家里的黄金首饰、美元港币那些，还烧毁了楼上邻居家，损失超过200万了。大哥后悔地使劲往自己脸上甩巴掌，说当初就不该贪图那点拆迁款。房子车子毁了不说，重要的是儿子被毁容了。要恢复成以前的样子根本不可能，只能通过一次次手术，尽量减轻淡化疤痕。大哥说这是报应，自己贪婪的报应。爸最后被送进了一家很偏远的敬老院，没一个人去看他。护工们知道他没儿女看望，对他非打即骂，听说他经常2、3天吃不上一顿饭。爸走的时候也很瘦，据说不超过60斤，这大概是妈对他的诅咒吧。他的葬礼我没参加，他们生前我已经尽孝了，做给活人看的那一套哭天抢地、悲痛欲绝，我不屑。希望爸妈下辈子投胎都当重男轻女家庭里的女孩，好让他们也切身体会一下被轻视、被忽略、被压榨的感觉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